今天我们要讨论一本经典的理财心理学书籍《The Psychology of Money》，中文译为《金钱的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是阿蒂森·巴尔。不同于大多数教人如何投资理财的书，这本书更关注的是人们在面对金钱时的心理状态、情感波动以及如何在金钱的世界中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书中没有复杂的理财公式和投资技巧，而是通过讲述心理学与金钱的互动关系，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时候即便是再聪明的人，也会在面对金钱时做出糟糕的决定。这本书强调的是了解我们对金钱的情感和态度，往往比掌握财务技巧更重要，因为心理因素才是影响我们财务行为的核心。在本期视频中，我们会分析书中的第一个主题：金钱与心理的关系。金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源，它更是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那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金钱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金钱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我们拥有足够的金钱时，通常会感到更加安全、自信，似乎能够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财务稳定给了我们一种掌控感，让我们觉得未来是可以预测的。但如果财务状况不稳定，我们就会开始感到焦虑、恐惧，心理压力也会随之而来。我们可能会开始对未来感到不安，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但是有些人即使拥有足够的金钱，依然会感到财务问题的压力。这种对金钱的焦虑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贫困，或者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极端的敏感。这种不安感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消失，反而可能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更加严重。金钱对我们的影响不仅限于安全感，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金钱常常被用来衡量个人的成功与价值。很多人会将金钱和自我价值挂钩，认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自己也就越重要。这种观念使得人们更加努力去获取财富，哪怕是以牺牲健康、家庭甚至精神世界为代价。但金钱带来的这种价值感往往是脆弱的、短暂的。当我们习惯了某种消费水平后，物质的满足感就会逐渐消退，我们就会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更奢侈的消费品。这种追逐没有止境，幸福感也越来越难以获得。情绪在金钱决策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投资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市场的下跌而产生恐惧，急于抛售手中的股票；而在市场过热时，又会因为贪婪而不断加仓。情绪化的决策往往让人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最终导致财务上的亏损。情绪的影响不仅限于投资行为，还包括日常的消费习惯。很多人会因为情绪低落而进行情绪化消费，比如在心情不好时购买昂贵的商品或吃大餐，试图通过物质满足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样的行为虽然能够短暂地带来情感上的舒缓，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也往往源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比如，一个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非常看重储蓄，总是担心钱不够用。相反，一个在相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人，则可能更愿意冒险投资，因为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金钱的匮乏感，他对风险的容忍度也更高。了解自己的金钱观来自哪里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在做财务决策时更有意识地避免受到负面情绪和旧有观念的影响。最后，我们来聊一聊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金钱确实可以提升幸福感，但这种提升并不是无限的。达到一定的财富水平后，金钱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会逐渐减弱。换句话说，金钱带来的幸福感是有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同时，我们对金钱的欲望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产生的。比如，当看到同事买了新车，朋友搬进了大房子，我们可能会开始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够好。这种社会比较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过度消费，甚至陷入负债的困境中，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追上甚至超过他人。那么，如何避免社会比较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财务目标，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盲目的跟随社会潮流或模仿他人的生活方式。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不被他人的财富标准所左右。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财务自由，也才能从金钱中获得内在的满足感。总结一下，金钱与心理的关系复杂且多面，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物质资源，更是影响我们情绪、行为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理解金钱与心理的互动，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对财富的真实需求，并在财务决策时更加理性和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够对金钱与心理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在面对财务问题时更有智慧和自信。感谢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